想象一下哦，你今天去拜访一个朋友，然后走进他家客厅，结果发现，哎，他桌上没摆什么招财猫，也没有放那种紫水晶洞，嗯，而是端端正正的供奉着一个那个五彩缤纷、用纸折出来的飞行洋具。哇，这画面感很强诶，蛮傻眼的吧？对啊，你当下可能会扑哧一笑嘛，觉得这肯定是哪个群主传来的网络恶搞迷因，或者是某种很前卫的当代艺术。绝对会这样想的，这太荒谬了啦！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小小的纸艺品背后，其实藏着长达4000年的信仰进化史，甚至它牵动了人类在面对生死无常的时候最深层的恐惧还有渴望呢？哇，这个反差感真的超级强烈的。表面上看起来很猎奇，但这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讨论的核心啦。没错，就是说，当我们拨开这个看似荒谬的表象之后，你会发现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严谨，而且极度贴近我们人性的灵性文化系统。好的，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个脉络哦。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要带你拆解一份来源非常奇特的资料。它叫做灵根吉吉，是一个开运文创好物。我们要来看看一个疫情期间诞生的疯狂点子，到底怎么结合了印度湿婆神的生殖崇拜、东南亚的民间魔法，甚至还有日本的七扑神。对，然后最后在台湾化身为现代人心灵的防护罩。好，那这一切的起点其实是来自于灵根吉吉制饭所的所长，一位前动画编剧跟文史节目编导王伯钧。说到这位王所长，他的背景设定本身就非常有戏剧张力。你想想看哦，他曾经是在消防队服役的，哇，所以看过很多生离死别的那种。对，就是一个硬汉啦。然后他原本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开运好物怀疑论者，也就是觉得信仰在心中就好，不需要靠那些外物的人吗？没错，在他的世界观里面，强者是不需要依赖这些东西的。求神拜佛啊，或者随身带个护身符，对他来说，那个都是一种心理上的懦弱。这种硬派的唯物主义思维，其实在很多习惯用理性去掌控生活的人身上蛮常见的耶。真的，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彻底打破了他的这层武装，什么事情啊？就是那个席卷全球的 COVID 疫情。在疫情最严峻、最失控的时候，他回到家，看到了一个让他超级震撼的画面。他那位原本跟他关系有些疏离的母亲，竟然为他折了满满一整个客厅的纸莲花。哇塞，一整个客厅耶！对，而且每一朵莲花上面都仔仔细细地写着他的名字，然后母亲会定期把这些纸莲花拿去庙里化掉，就只为了祈求在远方的儿子能够平安。那个视觉冲击力一定很惊人。你要想，一整个客厅的纸莲花，那需要花多少个日夜去折啊？是啊，所以就在那一刻，他原本那种坚不可摧的世界观瓦解了。他突然意识到，被他这种所谓的强者视为迷信、视为多余的物件，对于一位面对未知病毒，然后又无法亲手保护孩子的母亲来说，其实是唯一能够传递爱跟担忧的实体载体。哇，这真的很感人。他顿悟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其实都是，那个不够强壮的凡人啦。在巨大的无常面前，我们都需要一个看得见的信念来支撑自己。也就是说，这些被我们笑称是迷信的物件，其实是给凡人的温柔。这就像是一个原本在群组里流传的搞笑迷因，突然变成了一堂非常深刻的生命哲学课。完全没错。但这里就有一个巨大的跳跃了。我完全可以理解他被妈妈的纸莲花感动，然后想要创造一个传递信念的物件。但为什么他最后选择的形象不是莲花，不是平安符，而是一根阳具？这跳跃也太大了吧！在文化上难道不会太过直接，甚至让人觉得被冒犯吗？这就是王所长把荒谬转化为力量的精妙之处了。他确立了一个创作信条，叫做以荒谬对抗荒芜。以荒谬对抗荒芜。对，你想想，疫情带来的是什么？是死亡、停滞，就是生命的荒芜嘛。那你要对抗荒芜，你需要的是什么？是最纯粹、最原始的生命力。哦，所以是生殖的符号。
没错，在这个脉络下，他接触到了1953年一位美国学者格森·雷葛曼的研究。这位学者竟然把历史上被视为禁忌的湿婆灵根，用折纸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他是把母亲那种折纸祈福的动作，跟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力，但也最具生机的符号结合在一起了。是啊，这里面最颠覆我们认知的一点是阳具崇拜，或者我们在宗教上称之为灵根，也就是灵家啦。它在历史上最初代表的，其实根本不是我们现代人脑袋里想的那种情色意味。在印度教中，它是湿婆神的化身，就是代表宇宙创生与毁灭的那种绝对力量。对，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单纯的生理器官，你要把它想象成是一颗那个充满高压能量的宇宙种子。宇宙种子，哇，这听起来宏大多了。也就是说，它象征的是一种源源不绝而且能够穿透死亡的生机。确实如此。如果你去拆解古老灵根崇拜的底层逻辑，你会发现它精准对应了人类最核心的3大生存诉求。哪3大啊？第一个是阳气，这代表着纯粹的光明能量，用来驱邪破魔、斩断阻碍。第二是生殖，那衍生到我们现代社会，其实就是繁衍、丰盛、事业的扩张跟招财啦。哦，财富也是一种生殖力的展现。没错。然后第3个是连结，也就是交合所带来的缘分、人际关系跟桃花。等一下，驱邪保平安、发大财，然后求好桃花，这根本就是现代人每天挤在神明桌前祈求的 Top 3愿望清单呐！哈哈，对啊。看来我们人类这4000年来烦恼的事情根本没有变过嘛。不过资料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灵根在东南亚的变体，叫做巴拉吉。这个东西的设定让我非常在意耶。这里最令人着迷的地方是，巴拉吉可以说是灵根信仰走到极致实用主义的产物。怎么说？在泰国这种东南亚国家，巴拉吉通常被雕刻成木头或金属的阳具形状，但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的佩戴规则。规矩很多吗？刚好相反，你想象一下，传统的佛教佛牌规矩是不是超级多？你不能带进厕所，不能带着行房，更不可能带去什么声色场所，对吧？对啊，长辈都会这样交代。但巴拉吉完全相反，它是被允许，甚至被强烈建议要佩戴在酒吧、赌场或者是妓院里面的。哎，等一下，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耶。我们一般不都觉得神圣的力量是需要亲近的吗？把它带去那种声色场所、充满世俗欲望的地方，难道不会被视为对神明大不敬，或者让法力失效吗？这就是巴拉吉最迷人的哲学观了。它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神圣的力量不一定只能端坐在那种纯洁的莲花座上。有时候最撼撼的保护力，恰恰是需要在世俗跟欲望的泥沼里才能发挥作用的。哇，这句话有画面。对啊，你想想，去赌场的人渴望财富，去酒吧的人可能害怕孤独，渴望缘分，这些不都是最赤裸的人性吗？确实，巴拉吉他不批判你的欲望，它就是一个纯粹的能量增幅器，专注于帮你招财、挡灾、招异性缘。它完全接纳了人类所有的不完美跟功利性。哇，这真的会让人有一种被深深接纳的感觉耶！就是他不是高高在上地审判你说，哦，你不够清心寡欲，没错，而是像个兄弟一样拍拍你的肩膀说，我知道你在这红尘里面打滚很辛苦，没关系，我来罩你。这个比喻太精准了，就是我来罩你。对啊，那从这个东南亚的实用主义，我们再把视角拉回到东亚，这颗宇宙种子在往东方传播的过程中，听说发生了一场超级不可思议的变形。对，湿婆神在佛教里被称为大自在天或是大黑天马哈卡拉玛，他到底是怎么从一个印度教的毁灭神变成佛教神明的啊？这其实是一场非常经典的宗教收编战略了。收编？对，当佛教在印度兴起的时候，湿婆神是当时民间信仰里面至高无上、力量最大的神明。那佛教为了解决这个强大竞争对手的影响力，就采取了讲辅，并且把它纳入自己体系的做法。哦，打不过就加入，不是，是把对方吸收进来。没错，他们就把大自在天转化为佛教里面威猛的护法神。然后在西藏密宗的发展里，这位原本面目狰狞、全身黑色的马哈嘎拉，甚至还演变出了白马哈嘎拉的化身。诶，
黑色变白色，这在职能上有什么根本的差异吗？差异非常大哦，这牵涉到对人类痛苦的理解层次。原本黑色的马哈嘎拉，它的任务是摧毁修行者内心的精神障碍跟无明烦恼。但白马哈嘎拉的出现是基于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量，就是对于我们一般的凡夫俗子来说，最大的修行障碍根本不是什么抽象的烦恼，而是贫困。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呢？你如果连饭都吃不饱，每天被房租追着跑了，谁还有那个心情坐在那里冥想，追求什么精神解脱啊？完全正确，贫困是会剥夺人的尊严和内心的平静的。所以白马哈嘎拉把保护的功能从消除精神障碍，直接扩展到了消除贫困。太实际了。对，他成为了一位极具力量的财神，帮助信徒获得资源。因为只有拥有足够的资源，你才能够安心修行嘛。这种入世的同理心真的很动人呢。但最有趣的地方来了，当这位印度破坏神兼藏密财神一路向东传到了日本密教的时候，竟然发生了一个历史级别的统音异字的巧合。没错，这段真的超有趣的。日本本土的神道教里面，原本就有一位掌管农业和土地的神明，叫做大国主。那大国这两个字的日文发音呢，刚好就是 Daikoku， 对，是一模一样的发音哦。因为佛教传入的大黑天，那个大黑的日文发音也是 Daikoku。我的天哪，这简直就像是一个跨国企业的品牌重塑计划啊！怎么说？你想嘛，原本是一个凶神恶煞，手里可能还拿着骷髅头的外籍私人保镖，结果只因为他的名字跟当地受生爱戴的财神爷发音一模一样，然后就被当地的企划部门重新包装了。对，拿掉骷髅头，换上农夫的帽子，脚下踩着2大袋米表，手里还塞了一把能敲出金币的万宝锤，摇身一变就成了日本最亲切、笑容满面的七福神之一了。这个品牌重塑的比喻真的非常精准。不过这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发音的巧合啦。大黑天在印度和中国传播的时期，它就已经逐渐发展出作为厨房守护神，还有提供食物者的这种属性的。所以本质上还是有重叠的。对，当这个外来的食物守护者遇上了日本本土掌管农业、给予丰收的大国主，两者的职能本来就高度重叠，发音的巧合只是个催化剂，让这场文化的融合发生得无比自然。真的太神奇了，所以王所长就是把这4000年来从毁灭神到护法神再到财神的这段复杂历史，全部浓缩到了现代的这个灵根集集里面。是的，他还设计了一套非常系统化的灵根5集。那在这里，我得扮一下黑脸哦。请说。这5种颜色的分类，红、粉、绿、紫、黄，听起来真的很像现代商人的那种盲盒或者是扭蛋的行销手法耶，感觉是为了刺激消费者的收集欲望而硬拆出来的。这背后真的有这么深的宗教逻辑吗？这是个非常好的质疑。乍看之下，真的很像商业包装了。但如果你仔细去对应，这5种颜色其实是把人类面对无常时的心理状态进行了非常精密的分类哦。我们来拆解看看。好啊。第一种是红色的破魔灵根，它的源头就是大乘佛教的大自在天，主打净化和斩断孽缘。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在职场上总是那个扛下烂摊子的烂好人，或者你处在一段充满毒性的关系里却不敢离开，你可能需要的就是这种破魔的力量了。没错，它其实是在给予你设立界限、勇敢说不的勇气嘛。对。那第二种是粉色的正缘灵根，这很直观，源自我们刚才聊到的东南亚巴拉吉，主打桃花跟人缘，适合需要建立人际连接与魅力的人。接着最精妙的地方来了，他把丰盛，也就是我们对财富的渴望，根据你获取财富的策略，细分成了3种不同的灵根。把财富再细分，这怎么说啊？像第3种是绿色的将军灵根，它戴着头盔，源自藏密的马哈嘎拉，这是给创业者，需要开拓版图、带领团队冲锋陷阵的人。它代表的是主动出击的正财。主动出击。对。
然后第4种是紫色的关白灵根，它带着日本平安时代贵族的屋帽，源自日密的大黑天。大黑天是农业神嘛？你想想，农业的本质是什么？是等待收成吗？没错，是耐心，是播种，是等待时间发酵后的丰收。所以紫色灵根代表的是深谋远虑，主打偏财，也就是长期的投资理财跟稳健布局。哇，这个解释完全说服我了耶！把农业的等待跟投资理财的耐心连接在一起，这非常有说服力。那第5种呢？第5种是黄色的武士灵根，源自蒙古密宗的共保护主，这是设计给一般的小资族、普通的上班族了。它不求什么大富大贵，主打的是脚踏实地，稳住生活的基本盘，为日常带来小幸运与健康长寿。这种设计真的蛮有意思的，它不只是在卖你一个护身符而已，它其实是在进行一场心理咨商。没错，当你在选择颜色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厘清你现在的心理状态跟人生目标。你现在需要的是斩断过去，是主动出击，还是耐心等待？真的。但如果这套系统只停留在这5种向外追求的力量，那它就流于一般的侍从欲望清单了。这就带出了第6个隐藏的维度，也就是靛色的内观灵根。向内看的灵根，这要怎么理解啊？它的灵根源自圣师湿婆。如果说前5种，也就是火、水、绿、紫、黄，都是我们对外在世界，像是健康、爱情、财富的强烈渴望，那这第6个元素就是作为平衡这一切的生命中轴。它不向外求，而是要求你向内觉察。当你拥有了一切，或者当你感到无比混乱，快被欲望吞噬的时候，你需要的是静下来，看清自己的本心。哇，用向内的觉察去锚定那些向外奔驰的欲望。讲到锚定啊，如果我们把这和根达的图像连接起来看，我们刚刚谈的都是概念、心理学和产品嘛。对。但这份资料里最让我起鸡皮疙瘩的，其实是它背后的物理源头，也就是印度的光之灵根12祖庙。这12座庙就像是这个庞大信仰在地球表面钉下的12根实体锚点。这12座祖庙真的是印度教徒心中最神圣的地理坐标了。每一座都有它独特的地貌跟祭祀仪式，展现了人类与神圣力量互动的最极致状态。我们往往会被那些充满感官冲击的仪式给震撼到。真的，我挑几个画面感最强的来跟大家分享好了。比如位于中央邦的乌甲大师宫，它是12座祖庙里唯一面朝南方的灵根。南方在印度教代表死亡嘛，但最让我震撼的是它的仪式。每天黎明前，祭司会去火葬场收集最新鲜的骨灰，然后将这些象征死亡的灰烬大把大把的涂抹在象征生机的灵根上。那个视觉与心理的冲击真的是难以言喻。你在生与死交界的黎明，闻着火葬场骨灰的气味，看着它与生命之源结合，蛮震撼的。这是在用最极端、最赤裸的方式告诉信徒，死亡会滋养生命，创造与毁灭是一体的。当你敢直视并触摸死亡时，你也就超越了对时间跟无常的恐惧了。还有一个对比非常强烈的是位于喜马拉雅山上的凯达泰山宫，那边海拔3500多公尺，冬天因为大雪封山，环境极度严苛。是，结果在封山前，当地的婆罗门祭司会用厚厚的酥油把灵根一层又一层地包裹起来，形成一颗独特的酥油灵根。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冰天雪地里面，人类用温暖、充满油脂的酥油去保护神明，这太温柔了吧？人在保护神，神也在保护人。确实，我们总以为神是无坚不摧的啦，但在这里，神圣的力量竟然也需要人类的呵护。另外，还有内溪三宝宫。它不是一根直立的巨大石柱，而是一个石穴里面的3个微型灵根。3个？对，这3个灵根分别代表梵天、毗湿奴和湿婆这3位一体。
它其实是在提醒信徒，宇宙的创造、维系与毁灭，从来都不是各自独立的事件，而是一个不断循环的整体。哇，还有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叫做底凹贾宝生宫。在这里，这颗灵根被看作是一位能感受疼痛的医者。信徒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求财发达哦，而是把自己的病痛、苦难还有绝望，毫不保留地灌注到这颗石头上，相信湿婆神会替他们承受这一切。而祭司每天要做的是用蜂蜜和草药水非常轻柔地去清洗这颗承载了无数凡人痛苦的灵根。真的，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从在严寒的喜马拉雅山上涂抹温软酥油的巨石，清晨撒上火葬场骨灰的神坛，一直到现在台湾透过精密设计印刷由人亲手折出的五色紫阳具串联起来看，他们在形式上材质上虽然有着天壤之别，但本质上传递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也就是人类在面对无常时的脆弱与韧性，对吧？没错，我们都是试图在这个充满混乱、疾病与未知的宇宙中，寻找一个可以依赖、可以对话，甚至可以互为医治的实体坐标。是的，不管那个坐标是一块经历千年风化的黑曜石，还是一张充满新意的折纸，信仰的载体一直在变。但我们人类对于安全感、对于被爱、对于克服恐惧的深层渴望，这4000年来从来都没有变过。所以这一切究竟代表了什么？我们今天真的走过了一趟很不可思议的旅程，真的。我们一开始以为要拆解的只是一个带有恶搞意味的猎奇文创商品，但跟着这份资料，我们从印度教的毁灭之神出发，看见他为了安抚众生的匮乏，变成了密教里的护国战神跟财神。然后我们看见这股力量走入东南亚的酒吧与赌场，成为接纳世俗欲望的实用魔法。接着又因为语言的巧合，化身为日本掌管农田与米仓的微笑神明。是的。最后，这股汇聚了4000年的能量，竟然收束在台湾，成为一位儿子为了理解母亲的担忧，为了对抗生命荒芜而创造出来的温柔尝试。当我们理解了这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之后，我想我们就不会再轻易的用迷信这2个字去贬低那些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尝试了。说得太好了。这不仅让人想问到底是高高在上的神明创造了这些不可思议的奇迹，还是我们人类因为太过脆弱，太渴望活下去，所以用巨大的意念发明了这些无所不能的神？这真的是个好问题。对呀。在你的生活中，是不是也有某些看似平凡，甚至被社会视为难登大雅的物件或习惯，其实正默默承载着你对抗这个世界的巨大能量呢？下一次，当你双手合十，握着你的幸运符，或是看见身边那些古怪的开运小物时，不妨问问自己，你正在祈求的究竟是虚无缥缈的神明，还是那个在混沌的无常中拼命想要抓住一丝希望、无比坚韧的自己？这份专属于凡人的史诗，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细细品味。